我在講這個之前，我就先第一次鄭重的聲明一下，就是網上到處在說我是那個把悲傷留給讀者，把歡樂留給自己的人啊。昨天那個晚上又遇到一個朋友這麼說，所以我從來沒有做過更正。今天我要是解釋一下啊，首先是那個，其實所謂的快樂是，也就是我那個大概有過幾個採訪，有这個文字的採訪，有那個視頻的，不，當時還沒有視頻那麼興起的時候，有影像的採訪。主要是我說到2點，第一點是那個那都是真事，就是我过去生活中所发生的一些真實的一些事情。比如說是我為什麼是走上文學道路的。因為作家們總是會被問這麼一個問題，為什麼會走上文學道路？然後我的最早的回答的版本是，就是我做牙醫，是吧？每天要拔牙8個小時，然後那個一拔了5年，後來就是看到在文化馆工作那些人整天在大街上游玩，那是80年代，现在不可能了。现在我们内地的文化馆都要打卡上班了，不打卡工資獎金全扣掉了。我們那個時候啊，那是最美好的時代，就是因為你只要是一個幹部編制，單位是不能開除你的啊，所以我就向往去那個文化館工作。然後就開始，如果我能夠發表作品，我就可以調到文化館。然後呢，我就確實是這也是個真事，因為我第一天去文化館上班的時候我心想，他們這幫人整天在大街上遊玩，那我是不是試探一下，故意遲到了2個小時？結果我去了以後，發現我是第一個到的。完全是事實。那個時候文化館真的是沒什麼人，那時候我們現在已經去世的館長跟副館長整天在那下象棋，就是坐在那個我們那個文化館的辦公室裡邊。然後我有時候還去給他們支臭招哦，最後他們2個人不讓我說，我給他們支招了。所以在80年代那種遲到早退的這種現象很普遍，所以我就說那個這是一個，就是還有一個就是我那個去北京改稿，就是那個時候能夠在北京文學作為這樣一個，我在一個浙江海鹽這樣一個偏僻的地方，我去那個北京那個改稿，當時是什麼呢？就是我有一篇小說的結尾，就是那個北京文學當時的主編他說的有點陰暗，說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裡邊是不會有陰暗的東西的所以要把它改成一個光明的結尾，也是真事。我就跟他說，只要你能夠給我發表，我從頭到尾都給你光明啊，這都是真事，是吧？我只是說了一次，他說前面不用那麼光明，就結尾光明就行了。那個時候思想也已經開放了，1983年，對，1983年年底，然後呢，我就是類似諸如此類的，我過去生活中的事情，後來被人反復的剪出來以後，或者是文字採訪以後，就好像變成了一個，好像我是，因為我的小說確實又比較悲傷，對，所以變成了一個好像我確實在生活中很快樂，對，尤其到了澳門城市大學更快樂啊，所以我覺得但是其實我在寫像活着呀兄弟這樣的小說的時候，我流下的眼淚比你們可多了啊，我的那個桌子上的那種餐巾紙是一大堆啊，鼻涕眼淚一大把，我那個寫幾個小時流出來的鼻涕和眼淚比我不寫小說的1年還要多，所以我也是所以我昨天就是專門就那個朋友說完以後，我就提醒我了，我不是把那個悲傷留給讀者，把歡樂留給自己，我是把悲傷留給虛構把歡樂留給現實啊，所以正是第一次我才那個對此做出解釋。但是我覺得其實悲傷啊，
也是我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個内容。為什麼呢？就是為什麼总是悲傷的東西會讓人就是更加難以忘記？我一直在想，就是人們都喜歡那個歡樂，喜歡微笑，但是我們走在大街上，人來來往往，很多人在微笑，甚至在笑着說話，你不會關注的。但是假如有一個人在大街上一邊流淚一邊走的話，我們都會盯着他看，我們都會就關注他了。這就是我們生活中就是這樣的，就是每個人都會經歷過一種悲傷，悲傷它是這樣的一種歡樂是這樣的，歡樂是會讓一個人他的慾望不斷的擴大。因為我有一個很高興的事情来了以後，我希望有一個更高興的事情出現，是嗎？然後人的慾望就无限的擴大。但悲傷是这樣的，希望它盡快結束，希望它馬上過去，希望它立刻消失，是嗎？它一旦消失了，哇，你所得到的那種如释重負的那种感覺，我覺得這個是人生中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人要是一輩子都沒有悲傷的話，那肯定不是人，那麼所以而且悲傷還有一點就是它可以讓我們，就是為什麼會銘心刻骨呢？就讓我們不會忘記我曾經可能什麼地方我做錯了，我曾經失去過什麼，這對我今後的人生道路以及即使老了我在回憶往事的時候都是很重要的。所以悲傷其實我們要正確的去理解它，它在我們的生活中，在我們的人生道路上，它起到的是一種積極的作用，而不是一種消極的作用啊。當然悲傷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越少越好啊。所以我现在開始我今天早晨醒來以後，在我的小本子上列了一下因為這個演講很重要，我在別的地方演講都是胡說八道的，反正今天是榮譽博士演講，就是要裝出有博士水平的那種演講，所以做了一個小小的筆記，但又做得太亂了，那麼自己都找不着了。然後我們就開始回到這個話題吧，就是文學中的現實。文學中的現實肯定是來自於現實的，但是它的來源是不一樣的。比如說是有些現實是變質以後它變成了文學。我這一次我先是到了江蘇新化，然後我有一個朋友，南京大學的丁帆教授，他跟我說，當年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就當年林彪坐三叉戟飛機出逃，後來飛機不是在蒙古掉了下來了嗎？三叉戟飛機啊，在當時啊是很先進的飛機，起碼在我們中國是最先進的飛機。然後呢，開始批判，不是開始批林批孔嘛？我不知道為什麼批林彪把孔子也帶上了，不知道他們兩個什麼關係。反正那個時候就是大家就批林批孔，批判林彪的時候，一級一級往下傳到下面村里時候，下面生產大隊公社的时候，因為越往下傳就是我文化水平越低了嘛。下面有一個公社的一個大隊的書記非常生氣，說林彪太壞了，偷了毛主席3隻雞逃到蘇聯去，他把三叉戟變成3個雞了。所以呢，林彪坐着三叉戟飛機去往蘇聯方向飛，那是一個現實，但是呢它不是文學啊。但是到了沒有什麼文化的村支部說這個壞人偷了毛主席3隻雞，毛主席本是平時都吃不上雞肉的人啊，其實毛主席雞還是能還是吃得起的，所以偷了3隻雞，那逃到逃走了，所以那就是文學了。你寫到文學作品中都，你會覺得它就是文學，是吧？
另外那個文學還有一種是那個比如說我再舉一個例子，就是我很多年以前我在那個報紙的夾縫裡邊看到，現在已经沒人看報紙了。然後那個我看到一个写着在内蒙的一個國家公路上，還不是高速公路，那個時候高速公路還沒有那麼的多，80年代，對，也就是80年代，但是呢我們的卡車開始多起來的，有2輛卡車啊，因為當時是國家公路也比較窄，有2輛卡車，可能是因為司機長途駕駛啊，可能有一點疲倦了，迎面相撞。當然那個司機都肯定就都在這個事故中都失去了生命。這個其實它也不是文學，但是呢那篇報道後面的跟在這個後面的有一段話變成文學，說2輛卡車由於相撞，因為當時的那個國家公路啊，它就是邊上都是種滿了樹，所以那個發出的巨大的響聲啊，把樹上的鳥啊全震落在地，公路上一片的鳥或者已經死去了，或者半死不活的昏迷，那麼這就是文學了，就是文學前面那個相撞以後再引發這一個，所以文學是跟在現實後面的。我記得我年輕的時候讀那個法國作家拉伯雷的《巨人傳》，裡邊有一句話特別好，說你要是不想被狗咬着的話，你永遠跑在狗的屁股後面。我覺得文學最聰明的一點是他永遠跑在狗的屁股後面啊，所以他那個政治經常跑到狗前面去了，所以文學就是在那個後面的，所以相對來說它那個比較那個安全，是吧？所以當然另外一種那個另外的因為文學就是文學中的現實，它其實是像我今天這樣就是一個講座是根本是講不過來的，因為它有前面我說到過有那個現實變質以後，就是其實變了，從那個林彪事件變成到最後林彪變成了一個偷雞的人了，知道嗎？所以這樣的一個變化，還有那個關於那個卡車相撞的這樣的一個，另外還有一種是那個文學它有一種就是能夠當生活非常強大之後，它也能變成文學，就是能夠變成那個文學中的現實。我印象很深的是因為我小學的時候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我印象很深的時候，那個時候我有一個小學的，我們當時小學大概2年級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同學，他的父親因為被打倒以後，被肉體折磨，那個精神折磨以後，他就投井自殺了。在我們那個浙江啊、嘉興啊、海鹽那一塊，那個井口都非常小，你要是頭往下栽下去的話，根本爬不出來，肯定就死了。第二天我們那個同學就背着書包，然後呢不斷的哭着就來那個上學了。我們在打乒乓球。我們在操場上，我們的乒乓球，其實那個乒乓球的桌子也就是比這個稍微長一點，中間對，我覺得好像就跟這個差不多，不是正宗的乒乓球的那個桌子，然後那個中間就用那個磚，中間一放變成一個球網，然後呢我們那個打球的球拍啊也是硬板，就沒有軟膠的，然後呢但是乒乓球確實是乒乓球啊，然後那個我們就沒有什麼運動，我們兩邊都男孩子女孩子在那跳繩，然後那個男孩子跳繩不是自己一個人跳，是邊上2個人這樣弄，然後中間一個跳啊，然後我們就男孩子就是排着長隊，這邊排10多個，那邊排那一頭排那個10多個，就是打，只能打一個球，贏了你可以繼續往下打，
輸了你就得換到後面那個，所以我記得我們那個時候在我們在打球的時候，他就站在邊上哭，我們就叫他過來跟我們一塊打球。他後來在我們的不斷的召喚之下，他也過來了，就站在邊上，開始排隊。輪到他的時候，他還在哭。他打第一個球的時候仍然在哭，因為畢竟父親剛剛自殺了，對他來說心靈，他那麼幼小的心靈的傷害，是不會一下子就能夠緩過來的。結果他那球呢，他居然贏了，你知道嗎？當他打第二個球的時候，他就不哭了，他又贏了啊！那時候手感好。第三個球他又贏了，笑了。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當我回憶過去往事的時候，我現在再重新去回憶的時候，我就覺得生活真的是無比的强大，它可以在悲傷裡邊剪輯出歡樂來。就是當他笑的那一刻，你真的是，我現在回憶過去的一些往事的時候，我就真的是感嘆生活的强大。而且还有一點就是我们中國，就当然也包括澳門啊，现在我们就说内地吧，我们民间是充满了那個活力。為什麼改革開放，鄧小平一倡導改革開放以後，大家哇，整個我們用30多年時間就成為了世界第2大經濟強國了，是吧？所以這就是靠我們民間的活力。就是因為我印象很深什麼的，我12月份我在韓國的時候，給他們電視台做節目的時候，我對中國一點都不悲觀。我說，因為我是經歷過最糟糕的時期的，我們小的時候物質極其的匱乏，然後又極其的貧窮，就這樣我們也能夠過來的。為什麼呢？我就再舉一個例子，他也是能夠進入文學的。在文革的時候啊，我們穿的衣服都是一模一樣的，就無論男女都是那種黑色的或者是藏青色的，然後呢，男的都是中山裝。我指的是在城鎮裡邊啊，因為農民他們穿的要更加要粗布衣服要稍微差一點。我指的是在城鎮裡邊，然後女的也是一樣的，只是領子大一點，是個翻領而已，褲子。直到文革中的有一次，我們看新聞紀錄片，當時還沒有現在這樣什麼電視，現在電視看的人都不多，大家都拿手機看視頻了，然後我家的電視已經早就不交費了，所以我是看體育比賽，我就用投屏的方式看了。我心想不給你們錢，你們電視節目本身也沒啥意思，所以當時。新聞紀錄片就是所有的重要的新聞，當然首先是在報紙上出現，但作為新聞紀錄片一步一步發行到我們縣裡邊的時候，往往都是半年以後了。所以我記得那一年的冬天的時候，我們看到就是毛主席的毛主席的那個太太江青穿着裙子接見外賓，我們就是在冬天看到的。到了這一年的夏天啊，我們鎮上所有的姑娘們全部穿上裙子了，因為居然江青同志可以穿裙子，那我別的人也可以穿了。但是呢，所以這個真是一種，我再回憶起來，真是一種，即使在那麼壓抑的一個時代裡邊，你只要給一點點機會，民間的活力馬上被激發出來了。但是呢，為什麼我說這個東西也能進入文學？如果說是大家穿着五顏六色的，或者是那種長裙短裙折的有那個三的，或者是那種長裙短裙折的有那個三宅一生這樣的那種有折子的一種裙子是嗎？這樣的那種但是我們那個時候啊，我們花布啊布料啊很少，花布啊也就那麼幾種，所以基本上你看好像滿街的姑娘們都穿上裙子，但是還是差不多。但是不管怎麼樣，他們還是穿上裙子了，所以這也是
正是因为由於那個大家都普遍穿上裙子以後，同時裙子又那個花色又不多，2、3種，我覺得進入文學更有意思所以我覺得這是那個文學的那個我這一次在那個哪，然後呢，當然我們要開始談那個現實如何進入那個小說的寫作。有一種寫作是你可以直接拿過來的。我這次在上海的時候跟王安憶有一個對話，就在華師大，就是那個文學和傳奇這樣的一個對話的時候，因為我確實那個什麼東西都沒帶，因為我電腦沒有帶出來，我裡面的資料我也找不着了，所以有些本來是想那個準備的更充分一點，但是那個確實我對高估了自己的記憶力，新冠以後記憶力差了很多，你知道嗎？好多事情想不起來了，但電腦又沒帶。就是我們就說進入敘述的那種那個現實，因為我們還是要圍繞這個題目來一次講一個題目嘛，要不下次來要全講完，下次來就沒東西可說了，是嗎？所以那個像風波，魯迅先生的風波裡邊那個刻畫的最成功的那個人物就是趙七爺，因為風波他剛好是就魯迅先生裡邊寫到的是皇帝坐龍庭，皇帝那個皇帝又其實不是張勳復辟的那一段時間，就是革命軍來了就要剪辮子，然後呢那個皇帝一代重新做龍庭了，完了，你要是辮子剪掉的人都要砍頭的。所以那個最聰明的那個人是那個趙七爺，他是有這個村裡邊最有文化那個人，他是一聽說革命軍來了就把辮子盤到了那個頭上，所以他坐在村口那看書的時候，別人一看到他把辮子盤起來了，就知道革命軍來了，那麼他像個信號一樣。然後聽說那個皇帝坐龍庭了，他又把辮子放下來。魯迅先生這一個那個社會的那個細節把握得非常的好，他就是可以那個把那個時代的動盪，把那個時代的那個動盪不安全部寫出來，就通過，而且我都認為那個時候張勳早就被幹掉了，已經因為我曾經看了，我曾經去很多年以前了，我曾經去一個大陸當年內地當年有不少那個文人都喜歡收藏一些古董，像那個我們原來我1983年我就認識了當時青年文學的編輯馬未都，現在已經成了大收藏家了，你知道什麼啊？然後還有別的人也收藏，當然沒有他那麼厲害。我去看過一個人收藏了很多那個很多地契，就是那個他覺得很好玩，給我看，居然還有紅線5年的，袁世凱才幹了才多長時間就死了是嗎？居然還有，但是問題是下面的地方的人認為他還是皇帝，知道嗎？不知道他死了。所以我覺得像風波這樣的，就是皇帝坐龍庭的傳到紹興鄉下的話，估計也是半年以後的事了，那麼，所以，但是從這一點就你可以看出來，就是什麼呢？就是他那個魯迅風波是一篇什麼樣的小說呢？是一個短篇小說，反映一個時代非常好的一個經典作品，而且尤其那個趙七爺的那個舉動，其實仔細一想，也是所有我們自己的舉動。那我們明哲保身嘛，是嗎？就是你可不要冒風險，是嗎？把辮子真的剪掉了，萬一真的皇帝坐龍庭了，那你不就被砍頭了嗎？是嗎？所以他留一手，所以我覺得真的是體現的就是什麼呢？在這個社會裡邊，隨波逐流的人無法掌握，尤其在一個動盪的年代裡邊，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人。命運是掌握在時代和社會手上的時候，該如何保護自己？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但是趙七爺這樣的一個方式，象徵着大部分的我們中國人的一種方式，
所以魯迅把它拿過來，這個現實一拿到小說裡面就夠了，他不需要推進了。有些那個小說裡邊又要進入到那個，因為我是从一个写小說的，所以已經開始談到那個更深一點，就開始談那個小說了。我就談到那個還有一種是什麼呢？就是把現實拿過來以後覺得不夠，你得往前推進。我再舉一個例子，就是那個澳大利亞一個作家，比我小2歲，理查德·弗蘭納根，他寫了一本書叫《河流引路人之死》，其實就是在那個澳洲的那個峽谷的那個水裡邊那個漂流的一個向導，就是河流漂流向導，這樣一個人的死亡的，他死了以後講的故事。那個小說啊，讀起來有點困難，因為他把故事打碎了，完全是靠細節。他在結尾的時候，他寫到他父親是怎麼把他母親從那個意大利一個中部的一個城市騙到了那個澳大利亞最南端的一個小島，叫塔斯馬尼亞。那個島上，那個弗蘭納根來過北京，他告訴我他那個島上真正的澳洲居民啊，就200多個，剩下的都是一些外籍勞工，也有一些亞裔的人去的。因為他分不清這個亞裔人是哪個國家的人，但他一看臉就覺得他們是那個亞裔的人。所以呢，那麼一個荒涼的一個地方，又在澳洲的最南端，所以當弗蘭納根寫到那個船慢慢接近的時候，他在描寫那個島的那種又那個荒涼，那個屋子都是歪歪斜斜的，好像馬上就要倒了一樣的。這個時候他們就是那個小說的那個敘述者的那個母親感覺到非常的絕望，天哪，怎麼來到這麼一個地方。但是呢，當然那個弗蘭納根的那個他的那個寫作很精彩這一段，但是他可能覺得自己還不夠，因為你僅僅是一個面對一個那個對島的第一印象的寫作還是不夠，所以他往前推了一下，哪怕往前推進個半步一步，都會使那個前面的那個景色描寫更加那個深入人心。然後他們就下那個船了，下了船以後，他母親聽到的第一個對話就是一個男人正在跟一根電線桿吵架，然後那個男人的妻子在勸他說：“你別在這丟人現眼了。”結果那個男的很氣憤，說：“滾開，這是私人談話啊！”所以這個我你突然感覺到你來到的是一個多麼的讓人不安的地方了，就是你要去的一個地方。所以這是所以把那個又往前再推進一下，就是把現實在那個描寫不夠以後，作為作家來說，他會再往前再推進一下。另外的話呢，那個我再舉2個例子，就是那個在文學的裡邊，他那個現實進入文學的時候，有時候也是一種精神狀態的表現。我舉2個例子啊，一個是那個去年去世的一個西班牙作家，一個偉大的作家，那個馬里亞斯，哈維爾·馬里亞斯，他有一本書叫如此蒼白的心。他那開頭就寫的，我看得我很震驚，就寫一個很好的家庭在那吃飯，他父親正在宴請朋友們，然後女兒回來了，女兒和女婿一起外出回來，他們經歷了一個度完蜜月回家了。馬里亞斯沒有寫任何那個原因，就寫那個女婿還在跟那個岳父的那些朋友們一起在吃飯。他女兒進來以後，跟他們打個招呼以後，就直接上樓進自己的那個房間了。那下面那些人還在那吃東西，啊，這有個餐巾，然後喝酒，然後那個父親正好有一塊牛肉放到那個嘴裡去咀嚼的時候，然後呢，他那個角度一轉，就寫那個女兒進入了自己房間以後。
他那個對着自己那個走進了房間，走進了那個衛生間，他就開始那個脫衣服，把上身全部脫光了，然後拿起了槍，他還沒有寫任何自殺的理由，對準自己的心臟的位置，砰就是一槍，看得我很震驚啊！我說沒有任何解釋就這麼自殺了。但是當我看到這一筆的時候，我就知道這是個好作家。為什麼呢？因為他沒寫那個女的是對準自己的腦袋。一般女性是很愛惜自己形象的，肯定是对着心臟，只有男人才會這樣幹的。沒有男人基本上都是自暴自棄，或者是這拿獵槍，海明威的自殺是拿獵槍從這那個伸到口腔裡邊，然後用腳趾扳动那個扳機，轟把自己的那個腦袋給轟掉了，你知道嗎？所以一般女人不会這麼幹的。她想死的時候依然要保留自己的形象的，所以一般都是往這打的。我不是教你們自殺啊，就是我是在講一個小說，結果他的父親和客人们就在下面還在吃着呢，腾一聲槍響，震驚了。過了一會兒，父親那個肉啊，那個牛肉還沒有咀嚼完呢，就往上奔過去了，奔上手裡就拿着那個掛在這的那個餐巾。他的一些朋友也跟着一塊上去，結果打開那個衛生間門以後，看到女兒已經躺在血泊中的，在浴缸邊上，她裸露的那個上身，裸露的兩個乳房，瑪里亞是又寫那個乳房的那種挺拔，那個怎麼，結果那個父親你知道嗎？那一筆不得了，那父親在慌張中啊，那個女孩前面有個細節，就那個女孩在脫下那個胸罩的時候，一個黑色胸罩的時候，隨手一扔就掛在了浴缸上，就浴缸的邊沿上。那個父親啊，趕緊拿他的那個餐巾啊去蓋住那個胸罩。他是這一筆不得了，為什麼不得了呢？就是你可以看出一個偉大作家的洞察力，因為父親在如此慌張的時候，他不想讓那個他的朋友看到他女兒的那個裸露的上身，但他蓋錯地方了，他蓋的不是那個女兒的那個上身，而是蓋在那個胸罩上了，所以這一筆是很厲害的。所以我覺得這是表達就是現實，這種我相信在現實中會發生的。當一個人的慌張在文學中也是一種力量，什麼東西只要進入文學，它都能夠產生力量。所以這一筆我覺得是很了不起的一筆，所以從此以後我就開始關注這個作家了，我就一直看他，結果沒想到他去年去世了，也就70多一點，很可惜的。現在70多去世的大家都覺得哎呀真年輕啊，現在要到100多歲去世了，活得還不錯，對吧？就是過去的話能活到70歲已經不很了不起了。另外一個故事我再說一個，也是一種精神的那個力量，就是那個我30多歲的時候讀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也讓我比較那個驚了一下。他就因為那個小說一出來就寫，就是那個因為都寫2個老人了，一男一女。然後那個男的是那個在年輕時候曾經和那個女的有過一段很熱烈的愛情，所以呢，後來那個女的很漂亮，那女孩非常漂亮，這家境又非常好，很有一个很好的一個家境裡邊那個成長起來的一個女孩，所以她就開頭就是寫，就是那個女的後來嫁給了一個丈夫，醫生，那個醫生去世了，然後那個男的想去和那個女的都60多歲了，想重新在一起，結果那個女的拒絕，但後來他們2個人還是依舊重新回到了一起。但是寫他們年輕那段時候的那個愛情啊，這個馬爾克斯寫的真好，就是那種寫他們的那種愛。這種愛到了根本就任何力量都無法把他們分開。可是我在讀的時候，因為我故意不去讀後面，因為一上來就說他們2個人是後來
因為你一上來就已經是知道他們年輕时候的愛情是沒有結果的，就是後來還是分手了，是怎麼分開的？我就很好奇。而且当马爾克斯把他們兩個人的愛情寫得越是熱烈，我越想那個分開起來可能就越難，是嗎？所以我就一遍一遍的一點一點的往下走，甚至包括到最後，因為那个女方的家族很大，也很有勢力，所以為了讓那個女兒和那個男孩分開，就是一個青年的男子分開，他就把女兒帶到了一個國外去了，因為那個男的是一個發電報的，所以他有一個什麼本領呢？他每到一個地方，那個女孩都能夠接到那個電報。他的有電報有一個網絡，他有很多的那個發電報的一些朋友們都會幫他發。所以父親後來那個女孩的父親沒辦法，就只能把她帶到國外3年，然後才回來。他回來的時候，那個男的就在當時還是青年男子，就在那個海灘上正在搬運，因為他是一個貧窮人的孩子，正在搬運那個東西。結果那個女孩下了船，馬爾克斯很好，就那次不讓他們相認識，互相見到，女的也沒有看到男的，男的也沒有看到女的，一直到什麼時候呢？那女孩回來以後，很想念這3年來日夜思念那個他所深愛的那個男子，所以但是因為他父親的原因他見不着，所以他也沒有辦法去打聽。就是有一天他帶着他們家裡的一個女傭上街去買一些東西，被那個男的看到了。那個男孩簡直非常非常，因為他也思念他整整3年了，就是一直跟在他身後。然後呢，那個我忘了那個叫什麼，就是有一個像那種門廊一樣的一條道，裡邊都是一個，用現在的話說是一個藏污，就是在那個城市裡邊是一個藏污納垢的這樣的一個地方。他就緊緊的跟在後面以後就那個地方又賣那種什麼春藥啊，賣什麼就賣一些烏七八糟的東西的。所以那個女孩呢，因為她也不知道自己走到這個地方是賣什麼的，她就很好奇，因為外面啊陽光太熱烈，因為又中午很熱，所以她就跑到那個門廊裡邊去了。結果那個男孩就一直跟着她，因為那個女孩太漂亮了，所有的男人都用一種色眯眯的眼睛盯着她看的那個男的在後面跟着人啊，怒火中燒，知道嗎？就是他覺得就很難很那個。然後呢，他等到那個女的買了一件東西以後，他突然說了一句：像你這樣高貴的小姐，他用着開玩笑的神色，激動的聲音都已經顫抖了，走到他後面，因為女的一直沒有發現他跟在後面，就說了一句：像你這麼高貴的小姐是不應該來這樣的地方的。他就有一種開玩笑的。結果女的突然聽到那個聲音了，一回頭是什麼呢？看到一張什麼樣的臉呢？一張因為嫉妒，因為那麼多的男人都盯着他的心愛的女人看，所以他就臉已經變形了。哇，那個馬爾克斯太厲害了。那個女孩心情吃了一驚，心想我3年了來，因為他看到的是一個變形以後變得有一點令人心裡會顫抖的這樣的一張臉了，一種表情。所以那個女孩心想，我3年來日夜思念的男人居然是這樣的一個。分手了，真了不起。我當時看到這一筆的時候，我認為偉大的作家就是偉大的作家。因為一般作家是這樣的，當你把那個男女2個人寫的愛情寫的往上推的越高的時候，他總想找一個更大的一個事件來讓他們那個結束。在馬爾克斯就輕輕的一個表情，輕輕的一句話，就讓他們分手了。所以這就是那個，我相信這樣的事情在現實中也會經常發生。所以他在進入從一種精神狀態，他已經把一種那個精神狀態給那個充分的那個寫出來了。
然後因為準備的不夠充分，我想多留點時间給你們提問題啊。然后我最後再说一下文學和生活的關係，因為那麼多年來我自己的體會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是生活會勾起文學，另一個方向是文學會勾起生活。因為當然這個大家也就是對我比較了解的，如果有個同學對我比較了解，都知道我小時候在那個太平間睡過午覺，對吧？所以因為文革时候他們都覺得很奇怪，那有什麼？我高爾基小的時候還在那個墓地的墓地上睡覺呢。因為我們在文革中長大，我們都是無神論者，我們不怕鬼，現在很怕了。現在想到鬼，想到陰森森的地方有點害怕。我們北师大有一個輔仁校區，那裡邊真的陰森森，我真不願意去，你知道嗎？然後我在那個太平間，為什麼？因為那個時候夏天啊，在我們那個海鹽啊，浙江海鹽那個地方啊，熱，非常非常熱。我要是在一個草席上睡一覺的話，醒來以後啊，那個汗水啊，能夠看到我在草席上的體型的，所以後來當時我們那個條件很差嘛，那個家裡邊哪有衛生間呀？你要上的是公共廁所，你要經過公共廁所就要經過太平間，然後呢，太平間和男廁所你說是緊挨着的，就是一幢房子，只是3個門而已。門呢又沒有，為什麼呢？你裝上門就被人偷去那個做家具去了，所以後來乾脆不裝了，男廁所也沒有門，女廁所也沒有門，但女廁所在最裡邊，所以一般人不會去，但是呢，每次上廁所都會經過太平間，所以有一次中午覺得躺一會兒，因為一張水泥床，像單人床那麼大的一張水泥床，很乾淨，一般人也不會到那去弄髒他們嘛，是嗎？所以呢，我覺得那個午覺那涼快啊，主要是那個地方樹木特別茂盛啊，所以那個可能是廁所的原因，也可能是太平間的原因，就特別茂盛，所以我在那睡過午覺，有時候突然睡夢中聽到有人哭聲，我就知道我趕緊逃跑，那麼真正的主人來了是嗎？我客人應該讓位所以，然後呢，這個其實經歷後來早就忘掉了，已經忘記了我在那個太平間那個睡午覺的那個經歷。後來等我後來成為一個作家以後，我開始寫小說，也開始發表小說以後，我就看到海涅的一首詩，其中的有一句詩叫"死亡是涼爽的夜晚"。我心想，這不就是當年我在太平間睡午覺的感覺嗎？海涅怎麼那麼早就已經寫出來了啊？從此以後這個記憶再也沒有離開我的大腦，哪怕新冠也沒法把它搶走，那麼所以我到現在為止，就是一個你讀到的某一個文學作品中的某一個段落，某一個句子，某一句詩，某一段描寫或者一個比喻，會啪突然把你過去生活中童年或少年也好，生活中的一段經歷突然回来了，回來以後就再也不會離開了，那會一直伴隨到我此生，一直會伴隨到我整整的一生。所以這是什麼呢？這就是文學勾起了生活。還有一種是反过來的，是生活那個勾起了那個文學。我記得印象很深，是我當年是08年我去法国為那個兄弟的法文版做宣傳，然後呢傍晚時刻我在等我的那個翻譯過來，我們一塊去吃飯。我不會點餐，你知道嗎？因為進了餐館以後不知道該點什麼，所以我就等他過來，等他一直等，我就站在那個，而且巴黎那個地方你輕易不要亂走，巴黎全是斜角，稍稍一斜以后你越走越遠了，不知道走哪去了。不像那個曼哈頓，你怎麼都不可能迷路是嗎？這個巴黎迷路是經常發生的。所以我就在路口，我就在那個我住的我的那個小賓館的路口一直等。
我就看到那個傍晚時刻，大街上地鐵對面地鐵站人在進去出來，大街上所有人都匆匆忙忙的，那個人當然也有一兩個人，也有一兩對人，男女或者男的女的，他們一邊說話一邊過來，都是匆匆忙忙。人挨得那麼近，他們的走動的時候，身體會互相摩擦一下，可是他們之間毫無關係，他們誰也不會跟誰說話。這個時候我突然想到了那个我當年讀到的，那是就當年讀到的歐陽修的一句詩：人遠天涯近。就人和人，你看他們好像走在一條路上，其實他們之間的距離比一個人和天涯海角還要遠。所以我突然發現，這就是什麼呢？這就是一個生活場景，又勾起了我那個過去讀過的那個詩句，但是又忘掉了。但是在這個時候突然又會回來，而且這個人遠天涯近，再也不會離開我的記憶了，就是也會像前面那個死亡是涼爽的夜晚一樣，會一直伴隨我下去。今天我展示到這。